宝藏岩原本是日本侵占台湾期间的军事要地，留下的多为老兵和低收入者。后来经过修缮，引入聚落共生的概念，创造聚落多元丰富的样貌。44南村原为兵工厂，作为一个民国记忆的存在，现在剩下文创理念。如何取得或达到和谐或同中有异、异中求同的平衡呢？在以自由为名的背后，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摧毁家庭和城市的残酷瘟疫。人们流离失所，无辜者背负沉重代价。无论在何时何地，战争始终无法获得人们内心的认同。人类需要用巨大的力量，才能修复这场剥夺生命与和平的悲剧。宝藏岩曾经是军事要地，当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这些军人们，他们有住宿的需求，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山坡周围上面呢，盖起他们自己的房子。不过严格来说，这些房子是违建的，需要被拆除。幸好后来这些老屋子都被列为是历史建筑，才得以被保存下来。现在除了还有居民住在这里，也开放让艺术家来进驻在这边创作，形成了一个多元样貌的共生聚落。宝藏家园聚落共生的社区口号，既有着历史遗留的自治经验，也有着备受现代化挤压的悲情气质。独特的历史经验造就了城市的边缘聚落，在台北的闹市区里，通过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合作，台湾将眷村一一保存下来，重点保存纹理、格局和生活形态。来到这里可以认识宝藏岩的发展历史，然后因为这边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查计划。这边还看到一些居民和生态故事，比如有老榕树托梦啊、迷宫般的营房，都是一些居民提供的一些故事。这边还会介绍到这边的有的植物，比如说有龙眼、杨桃，还有这种雀榕，哇，很多知识都在这个故事馆里面可以找到。93年，宝藏岩村被令拆除违建房屋，100位居民反对，拉锯4年后，台大建筑系进行调研，挖掘出宝藏村的人文意义，规划整修。詹大哥的祖父是第一批入住的住户，他把旧房子改造翻新成甘仔店。詹哥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葛凡，欢迎光临。是哇，我看到这边卖很多古早味的小东西耶。是啊，是啊，就像40、50年前的那种零食，我们都尽量去找这样。对，保留以前的这种生活的一些小玩意。对啊，对啊。那怎么会想要开一个柑仔店嘛？因为柑仔店很重要，在台湾的聚落，不管什么村子、什么眷村，他们都会有一间柑仔店。后来因为便利商店的形成，所以这种店就慢慢的没有了。所以柑仔店也算是你们社区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吗？是，也可以这么说。可是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比较跟外面的商业模式不太一样。因为这边毕竟走的是文化保存，我们所贩卖的东西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现在开的柑仔店其实不是给居民来买东西的，反而是要给观光的这些游客。这些游客他们来看到这很怀念。我们最常听到就是给小孩说，这是妈妈爸爸小时候吃的零食哦，你要不要吃看看？那种感觉很好，非常有意义。可是我们柑仔店也是要兼顾其他的。住户去上班，你的包裹、信件都是我们帮你收的啊，所以我们除了贩卖，还有服务社区的居民。对，那这边也可以当成，比如说我要留言给谁，也可以来跟你说，哎，麻烦帮我跟许贝贝说什么这样子，可以帮我传个话也可以。对啊，功能很多啦，甚至生病的，我们
送他到医院，再叫子女过来接手啊，什么都干嘛讲都在做了。很像一个大楼里面的管理委员会就对了。对啦，也算是啊，只是我们很多杂事也得要照顾啊。以前的干嘛讲就是这样子啊。三姑六婆在这边讲八卦，在这边聊天呢，这种聊天就形成互相照顾的感觉，跟现在的便利商店是比较现实一点的，就1块就是1块，2块就是2块，它没有什么弹性。那我们是随便，没钱好，改天再拿过来，都会这样。以前是一种联络感情的一个地方。对，以前干嘛讲是一个这种地方，所以我们也做老人供餐的便当，做这个便当呢，那我们又可以照顾这边的长者他子女不在，他一个人在家，也让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厨房里早已响起刀起刀落的声音，志工们一早到这儿为老年人准备便当。据詹大哥说，他们向政府申请补助金，作为食材和志工的补贴费用，也是回馈社区的善举。先夹这个青菜，好那其他这样子就会感觉比较漂亮一点，不会颜色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稍微视觉上好看一点。好，那你们平常除了做这些便当，还会再做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吗？会啊，我们除了做这个，我们还会有卡拉 OK 给人家来唱歌，然后在我们的聚落其他的时间，比如说现在清明节要到了，我们会做草花柜工作坊，我就用我们的菜园种一些艾草、一些植物来把它染成颜色，那可以清明祭祖用的食物这样。你们还有自己的菜园，是詹大哥你自己在照顾，还是整个居民？没有，所以由我们园长跟大家所有的志工一起共同照顾的。那这些种出来的菜谁可以吃啊？自己种的自己也可以吃啊。那我们每2个月有个1加1菜。什么叫做1加1菜？就是每一户都要拿菜，大家一起吃饭。一份便当，一份心意，菜色丰盛。除了补贴外，都是善心人士的乐捐。我们跟随詹大哥去派送便当。你要跟我一起送便当？要不要帮你拿？可以啊，像可以吗？这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吗？这不是，这是一种关怀长者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些老人家在家也无聊，我们就办一些课程，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也可以聊聊天、运动这样。张大哥把甘仔店的邻里互助精神延伸至社区，善举互动，增加居民向心力，保留眷村的聚落精神。面山背水的半封闭地势，隔绝城市的世俗喧哗，经过多次改建，现存架构为日治时代完成。而在寺庙后方形成的聚落，顺理成章叫宝藏岩。2战后，国民政府迁台，宝藏岩由于位属水源区，是进出台北的地理要冲，军方因此重兵镇守，管制一般民众进出。而在军方的默许下，庙宇后的山坡地逐渐形成低收入军人违法兴建的眷村聚落。这里叫做历史断面，这里当初都是老兵盖的，那因为这边会淹水，所以台北市政府就把这38户全部都拆掉。为什么把它拆完呢？因为怕整个崩下来。因为以前自己盖房子，它是慢慢堆叠上去，你拆了一个，搞不好整个崩塌，所以他不敢。所以也没有打算整修，就是要留成这样子的一种废墟感。对。所以现在还有多少户还住在这里？现在剩19户，以前最高在200多户。然后有些人就是选择领了补偿金走，有些人选择留下来住。自然留下来，我们就要怎么样去保存这一块，来告诉这些游客它的价值是什么。艺术村跟当地居民有分开来住吗？还是它其实都是交错的住在一起？有分开，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在位置的比较下方，接近到菜园这一块，都是居民大部分都住这一块。上去全部都是艺术村的工作室、办公室。这个区块叫防空洞广场，也是青年会所所在地。在2战的时候，这边是日本的军事基地，所以美军有来轰炸过这里，所以那时候盖了一个防空洞。未开放，不能军舰看。对，它有作品在那展览，就可以进去参观。
那当初的规划比较偏向中南部上来求学的台大、师大、台科大这些学生，可能台北的房租比较贵，他们这边弄个比较便宜的房子给他们，那又可以协助社区保存的工作。走在宝藏岩，很难不发现那种在限制下产生的庶民智慧。以前违建户大多没有门牌，加上聚落地形复杂，只得共用门牌号码，集中设置信箱，方便邮差投递。现在每户人家的门外都张挂自己姓氏的牌子，同时还简单写上该住户的简单履历，让访者了解住户的背景。所以张大哥就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对啊，对啊，没有搬离过。没有，70几年了吧？那你这边的生活有变过吗？变当然有变啊。他从以前我们小时候房子没那么多，到政府征收，艺术家进驻，从住宅变成观光区，然后开始适应游客，所以这个就一直在改变。那现在这个住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观光区，你有什么感受啊？刚开始比较有感受，当然从一个纯住宅变成观光客进来，那种感觉会有点被干扰的感觉会比较多。可是这里本来是要拆掉，那我们争取保存。既然你选择留下来住，那我们就要去想象如何把它转换成我们可以融入在这个环境里面，对，把它变成我们要如何去推广这里的文化，就是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去对，在面对调整它，把它转换成自己的能量嘛。以微型群落自称的诸多艺术团体，试图以发酵的方式激活这个山脚聚落，选择沉淀下来，凝聚社区之力，而非单纯接近创作。城市并不缺乏热烈的改造者，缺的是慷慨相助的亲密姿态。政府提供的资助有限，驻村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没有光环的笼罩，反而催生出更多具有功能性的体验空间。那艺术家进驻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假如你已经习惯融入了，就变成还好。所谓的还好，就是我们也要参与在这个社区的规划当中，有了艺术家一起，那反而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协助啊。就要教我们怎么给长者有一些手艺的东西啊，比如说摘上面的叶子去拓印，去做成袋子或做成什么，大家可以学，有做一些合作就对了。对，各扮演各的角色，然后又可以异居共生，那堆叠出属于这里的特殊文化出来。对，因为它毕竟是台湾首例的这种活历史保存的聚落，然后都在挑战。公务部门也在挑战，我们也在挑战，艺术家们也在挑战。艺术村以共生为名，希望未来长期待在此处的弱势居民、驻村艺术家和青年租客彼此能互相尊重，借着共同生活，将彼此的界限逐渐消融掉。未来的宝藏岩，非但艺术家必须学习与居民相处，居民也要适应艺术进驻聚落的现实状态。尖斗餐饮店进驻宝藏岩已有5年喽，是一家以摄影、展演与餐食的探索食堂，成为来访者和艺术家创建的秘密基地。当初你进来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最靠近我们的会有一户人家，你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跟你回应的，就假装没看到，不友善就对了。不是不友善，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办。那接下来进驻的艺术家呢？你们是怎么互动的？进驻的艺术家，他其实有分成不同的类型，还有短期的，比如说是进驻的艺术家，那可能只有3个月或是半年。然后有的是艺术村邀请他们来，那有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微距空间，就是不设限，说只是吃吃喝喝，也是以艺文空间为主。那包括我们有各种展览。那你们会觉得要怎么样帮助这个社区的发展？有往这边去做策划吗？我们的进驻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也看到老一辈的就真的就这样走了，所以户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外来者的身份，居民其实才是真正在这边的宝贝，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面向有很多种，比如说能不能把这里变得更有趣，或者是能不能变得永续的一个状态，一直持续发生各种好玩的事件，对。在这个艺术村里面有什么样的利弊？你觉得？
毕竟它是一个很多不同的单位一起共生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你单一的单位在这边进驻，做的事情就差不多那个循环，要怎么样在永续的同时做一些变化。那我觉得在疫情之前，确实就是有很多艺术家在这边进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一些影响或冲击也比较多，比较丰富。宝藏岩就像都市发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开发至上的观念里常被我们遗忘或忽略的弱势生存权。宝藏岩的宜居共生，已成为孵育创意人才的共生聚落，在城市时间的快速刻度里，延续着聚落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情感源泉。眷村是台湾的一个时代记忆，也是台湾独有的群居形态。但是有些人会说，它有别于台湾的传统文化，因为第一代的居民都是从大陆不同省份来的军人和眷属，他们都各自带来了大陆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会选择来44南村，是因为这里是台北的第一座眷村。44南村为大陆青岛千台之44兵工厂员工及其眷属所兴建。由于国共内战的兵器需求，44兵工厂被设立，简称44厂。随着国共内战，国民政府迁台，44厂也跟着迁入台湾，以日据时代的日军陆军防库作为44厂的员工及家眷的住所。眷村已成为台湾文化及历史中重要的文化资产。44南村是台湾第一座被保留的眷村，经过了修缮改造之后，现在套入了商业模式，继续经营这个空间。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会觉得，除了这些被保留的建筑和物品之外，好像只剩下文创商品和餐饮，比较难能让游客他们可以去感受眷村文化和它的意义。44南村除了眷村文物展示馆，还有书店、剧场和文创餐饮生活空间。不过，进驻44南村的店家仍以所有美好的人事物都能聚集于此作为经营理念，赋予这片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土地新生命。除了以筹划市集，还有选物贩售及餐饮经营活化场域。马哥你好。这个 Everyday Simple Life 理念是如何实践在这个眷村老屋的？Everyday Simple Life 本来是来自于我们办的一个生活节，叫做简单生活节。那办了之后呢，很受参与者的欢迎，所以我就跟我 partner 商量，希望能够有一个 Everyday Simple Life 的场域，来让我们跟大家沟通这个 Simple Life 这个概念。最后找到了44南村这个地方。那个时候44南村的概念是信义公民会馆。公民会馆这个概念呢，是台湾以前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每一个区都会有个公民会馆。那公民会馆就是给那个区的居民大家来做活动用的。那因为团队本来就很喜欢在做在地的这个创意希望用台湾当地的创意来发挥，让生活更美好。所以来了这里之后，才开始针对眷村这个主题去做了各式各样的发展。不过很有趣的是，这个眷村其实是非常传统的，那我们这边卖的却是 bagel， 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眷村会大家想到就是面食类，那但是包子啊、馒头啊都很多人做了，那我们就想说面食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最后就采用了 bagel， 因为它既是面食，它可以单独吃，也可以做成餐点，可以把很多不同的创意，不管是在地的食材还是烘焙的创意，放在贝果里面，所以最后就选了贝果这个载体。我看到这边的选物店也都是一些当地的文创品牌。是，那简单生活节里面的确有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当地的创意，所以你就会看到在好丘大部分可能90%的这个产品，它都是台湾在地生产的。
深耕在地，服务社区，坚持初衷，不单是进驻的角度，而是透过不同的方式与当地民众和消费者产生连结。这里除了顺应社区饮食形态，也保留44南村的空间魅力，以轻巧介入方式为拥有历史底蕴的老建筑带来新意。因为44兵工厂以前很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从44南村一直到台北101这一大圈都是44兵工厂跟44兵工厂的眷村。那时候东南西北4个村都有存在，但是这所有眷村的人都已经搬开这里了，所以只留下这个地方作为公墓会馆。我们从敦亲睦邻的角度来发展，比较不容易再找回那个眷村原来有的生活的感觉，能够跟他们产生的互动，也就是在场域上面的互动，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所谓眷村的生活呀，或是眷村的想法在这里。但真正回去到眷村这件事情，在意念上面的留存，它就是当初一群人什么都没有，然后住在同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一起互相帮忙。但能够说喜欢眷村、怀念眷村，大部分都还是会因为有那个生活的味道，或生活的记忆，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温暖。因此，眷村是一个值得怀念、值得保留的事情。这个在2020年成立的小剧场，一开始就碰上疫情。但是创设剧场是马天宗在约30年前留美时的梦想。他觉得戏剧的呈现张力比书写相对容易影响更多的人。南村剧场渴望成为类似百老汇的练兵场。台北就很缺乏像这样出奇的可能性的场地，让艺术家来呈现。所以我们希望大量的跟艺术家合作，把他们新的作品或者是想要呈现给大家看的作品来到这边来。所以为什么叫 playground？ 因为 play 本身就有戏剧的层面的意义，也有扮演，也有游戏，所以是希望大家来这边扮演戏剧跟游戏的结合，然后可以让这个心智的活动能够更精炼的去展现。44南村坐落在寸土寸金的信义区里面，它在一个繁忙的都市里面，让人们有喘息的空间，这是非常的珍贵。44南村之所以有魅力，因为它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城市秘境。我现在就在菲律宾的一个地方，叫做马塔诺。你很难想象，昨天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地方上的选举。而这里呢，曾经是以武装冲突还有种族仇杀而闻名的一个城市。现在你看起来这整条街道这么的平静，是不是令你难以置信呢？自1972年以来，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一直深陷于战火之中。当时，摩洛民族解放阵线 （MNLF） 发起了脱离菲律宾独立的运动，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马塔诺就位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基地外围，不可避免地成为两方交战的战场。在2000年，菲律宾政府军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这场冲突让人们亲眼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湮灭，造成至少75万平民被迫流离失所，而拉瑞达的祖父、叔叔及亲人也在这场战争中不幸牺牲，为这片土地留下沉痛的记忆。在2000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我还是高中3年级的学生，我亲眼目睹了战事的爆发。那时候，所有的学生和妇女都被召回家，而男人们都在战场上。
在当下，你有看到你的亲人被杀害，又或者是村庄里的人被杀害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吗？我没有亲眼目睹他们被杀害的情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尸体，上面布满了枪击或迫击炮爆炸造成的伤口。在当下只有13岁，亲眼看到的爷爷跟亲人的那个尸首是满身的枪炮所伤及而死亡，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那个震撼。那也因为这样子，生活的经济来源也因此没有了，所以相信那个时候生活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说我那些在战争中去世的叔叔，他们的孩子还很小，好像还是新生儿。当时他们的遗孀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只能依赖政府的救助来维持生活。战争为棉兰老岛制造了许多孤儿和寡妇，更摧毁了他们的生活。2014年，马塔瑙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在市区建立了妇女发展培训中心，并成立了“哇哦战争之父”，为妇女提供了技能培训和自立的机会，帮助她们重拾信心，摆脱困境。今天，怡凤就特地造访了位于马塔瑙郊区的培训中心。Hey, hi, Ma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iss Huang. Wow. 这些接受培训的妇女大多只有小学学历，她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丈夫的收入，平日主要关注家庭和孩子，缺乏职业技能，因此很难找到工作。一旦失去丈夫，她们的生计就会受到影响。更严重的是，有些人会选择自我封闭，与他人断绝联系。Can I try? 甜的，它有一点要像那种沙琪玛，你知道吗？沙琪玛的那种软糯的口感，然后甜的，带点甜。Delicious。自2014年成立以来，一些妇女逐渐开始加入我们 WOW 战争之父。现在我们已经拥有300名成员。因为战争的影响，这些妇女失去了丈夫和亲人，因此不得不学习如何独立谋生。看我手上这个东西是不是青葱？错。它是青葱的表弟，叫做 Sakura。这个东西呢，可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哦。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被日本公司给相中，他们大量的去栽培。同时呢，这也是这里的国民美食帕拉帕的主要材料之一。他们刚刚给我吃了一口，就真的是葱的味道，但是有一点酸味，然后辣味，哇，很下饭呐。OK，let's start. Teach me how to do the 帕拉帕。在棉兰老岛，Sakura 是一种生命力强、生长迅速的葱属植物，备受当地农夫青睐。马染瑙人喜欢用它来制作帕拉帕，它浓烈的香气和葱头般的味道，适合搭配各种料理或是直接食用。作为经济实惠的国民美食，帕拉帕经常登上菲律宾人的餐桌。哇哦，战争之父决定将它打造成马塔瑙的促销产品之一，为当地经济注入新活力。OK，let me try。OK。看似非常简单，但是他告诉我呢，最重要的就是往正中间这样戳下去，也不能太大力，太大力它也会喷出来，所以力气不大，但是一定要。次往中间。如果掉出来，就别放回去，丢掉就好。I thought you never see. Your eyes very smart 啦。所以这个帕拉帕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是的，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烹煮 Sakura， 但并不是每个人煮出来的味道都相同。我们的味道比较好吃，也比较辣。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很多家庭的生计得以改善。
哇哦！战争之父的成员也不再局限于战后寡妇，许多女性也纷纷加入，其中包括38岁的家庭主妇 City。在我加入组织之前，我只了解一些烹饪技巧，但是现在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学会了如何让食物更加美味，以及如何让产品能够长时间保存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所以现在你还有没有再去 attend 其他的 class， 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当然有，我希望学到更多的技能，这样我就能开发更多的产品来帮助家里的生计。那么你有没有心愿啊？想要将来为自己开一间店啊，做生意啊？我们想要开设一家实体店，但是目前还无法实现。不过我们有线上销售。因为我们得到了不同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他们会与我们联系，以向妇女提供帮助。因此，当一个商业项目来找我们时，我们会评估这个企划是否合适，然后我们会为他们提供启动业务所需的资金。我们传授了许多技能给这些妇女，例如如何理财、如何贴标签和包装产品。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烹饪技能，所以我们只需要教他们市场推广方面的知识。他们最需要的是毅力，而这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培训课程里头，我看到这群妇女，她们相处得非常的融洽。我想呢，可能是因为她们曾经拥有共同的遭遇，所以彼此惺惺相惜；也或许是因为她们曾经失去过，所以才更懂得什么叫做分享。在 Matano， 咖啡是继帕拉帕之后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的一项商业产品。哇哦！战争之父通过培训，让许多妇女学习烘焙和销售咖啡。它不仅仅是一杯咖啡，更是这片土地上妇女们勇敢创业的象征。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真的不是我在说，我真的爱死了这个咖啡，一点都不酸。It's very very good coffee. So 你怎么会开始去学这个做咖啡跟煮咖啡的？我参加了哇哦战争之父的一个培训课程，然后学会了如何烘焙咖啡，以及如何包装它。做了这个咖啡之后，你的收入有没有提高，帮助到你的生活？有的，我的收入有一点一点的慢慢增加了。这个就是它原始的咖啡豆，然后现在它要当场为我们制作，然后用这个起火，没有瓦斯哎，都是木材，然后还有米，为什么要用米呢？这就是让咖啡好喝的秘密。So inside 个 rice 啊？是，这些小颗粒就是米。所以这咖啡真的不涩、不苦、不酸，你知道吗？原来它有这个秘诀的。So no sugar inside？ 没有 ，no sugar。OK。So fry for how long？ 要炒2个到2个半小时左右。OK，then I fry。妈妈，这边有没有一种传统，就是说在炒东西的时候，如果烟往哪里去，那个人就是一个懒惰鬼跟一个倒霉鬼。如果你被这里的烟熏到了，那你就应该移到那边；如果烟在这里，那么你应该坐到另一边。我们都是这样炒咖啡的。I changed with you. I cry already. My mascara. Mama, you see my mascara? 会说touching。在失去丈夫后，孑然一身的阿米娜，在亲人的鼓励下，毅然拿起锅铲，在酷热的火炉下炒制出风味独特的咖啡豆，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也能像这杯咖啡一样，散发出浓郁香气。就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妈妈的味道。妈妈可以在59岁之后，可以自己创业，然后自己炒出这样的一杯这么香浓的咖啡，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敬礼。
微风轻扬，水波荡漾，远处的青山在湖水的映衬下更加苍翠欲滴。2014年，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协助下，哇哦战争之父将马拉雅湖改造成一个拥有更多生计来源的地方。他们大兴土木，建筑防波堤、桥梁，以及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社区菜园。这个社区菜园让我们能够轻松获取所需的食材。当需要制作帕拉帕时，我们可以在这里采摘原材料。这也是我们种植这些蔬菜的主要目的。那我知道这里6月到8月是雨季，当到雨季洪水泛滥的时候，会不会造成很大面积的影响？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进行所有的种植计划。尽管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重新播种是必要的，这样大家才能有东西可以吃。马塔瑙地方政府以湖光山色为基石，并与其他城镇通力合作，整合各种旅游资源，致力于改变恶名昭彰的过去，将这片土地打造成一个人间天堂。这里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早在20多年前，这个湖面是铺满了尸体，也是犯罪者的天堂。当初这里根本就没有人敢踏进半步。马拉亚湖曾经深陷黑暗的阴影之中，武装冲突的肆虐和杀戮的困扰，使得这片土地备受摧残，成为犯罪者抛尸的荒凉之地。这里的人除了担心战争之外呢，他们更担心的、害怕的是Rindu。所谓的Rindu指的就是宗族的血腥冲突。他们发生的原因呢，可能可以是一头牛被偷，又或甚至于是政治立场的不同，就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现在呢，我就要去探访一位40年前的Rindu受害者，来听听他的故事。德高望重的 Andy 是马塔瑙备受尊敬的人物之一。作为曾经的 Rindu 受害者，他现在担任宗族仇杀的调解员，在过去的40年，成功调解了200多起案件。我的侄儿在田地放牛的时候，另一个村子的人指控他偷了他们的牛，之后他们就杀了他。为了反驳他们的诬告，我们也杀了对方一位村民。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事情发生后，我们的家族所有的男性都拿起了枪支，对方家族可能也有类似的举动，但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我们选择待在家里不出门。男人无法外出，因为一旦他们携带枪支出门，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在仇杀事件发生时 ，Andy 的女儿 Emma 只有10岁。回想起 Rindu 所带来的创伤与阴影，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我那时非常害怕，因为只有我和我的母亲，我跟着她一起赚钱谋生。我的父亲当时不能外出，我们担心他随时会丧命。哎呦，他像……等一下，我心有一点痛。他现在讲到他40年前的事情，他还在痛哎。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1顿晚餐，因为卖菜的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的温饱生活。Emma 至今仍然深陷 Rindu 的阴影中，她的小叔被表兄弟杀害。为了保护儿子免受牵连，他们被迫逃离家园，原本安宁的生活被打乱，如今成了漂泊在异乡的无根浮萍。你觉得 Rindu 的这一个情况公平吗？不公平，宗族仇杀，它影响了我们的生计，还有我们的生命。Andy 所经历的宗族仇杀事件，在3年后以金钱赔偿的方式解决。当时，两方部落各自筹集了12万比索，折合约新币
2890元，赔偿给对方受害者的家人。然而，这种宗族仇杀的复仇循环，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给家庭和社区带来了更大的创伤。那阿甘迪，你知道在这40多年里头，因为redo而死亡的人数大概有多少吗？我想大概有600人遭杀害。我也碰过调解不成功的案例，比如我的一位亲戚，尽管双方都死了10个人，却因为凶手多坐了1年牢，所以无法达成协议。其实他告诉我的这个数字，我觉得有一点残酷。他说，就是如果你那边死了15人，我就会让你对方也死了15人，这个感觉就是冤冤相报。在宗族仇杀事件中，女性并未直接参与，尽管她们的家庭可能因为 Riddle 而发生冲突，但是这些妇女仍然和平相处。因此，女性被视为是形象中立的和平倡导者，成为解决冲突的纽带。解决宗族仇杀事件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因为这会为这座城镇带来和平。在以女性为主导的地方政府智囊团中，她们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被赋予独特的社区地位，共同为这片土地的和平努力。为了维护城镇的和平，我们加强了与各执法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包括我们的菲律宾警察、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特别是第1海军旅。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菲律宾政府于2019年成立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之后，军队成为维护当地和平的主要公信力。海军在这个地区的角色是执行和维护和平秩序，因为这里曾经是摩伊姐战士的根据地，所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平稳过渡，与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们也协助解决当地的宗族仇杀问题。如果发生Riddle冲突，我们有一个监察团队会监督他们，防止冲突升级。通过地方政府的不懈努力，马塔诺从战区华丽转身，赢得了人们的赞叹，并成为其他城镇学习的典范。我们和这里全体居民一样，感到受宠若惊和开心。当人们知道你是哇哦战争之父的一员时，他们会说：哇哦战争之父的会员太棒了，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就像在赞美我们是女性的榜样，应该被棉兰老岛其他地区所效法。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消除马塔诺的恐惧标签，因为当你提到马塔诺时，很多外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区。但是，通过会员们的努力，让其他地方的人们对马塔诺有所了解，他们销售的产品也成为吸引游客前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正在积极推广这一方面，希望这些产品更为人所熟知，并且能够推广到其他地区。他们经过这20多年来不断的努力的去发展，真的已经有了很巨大的改变。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看到这片土地有故事，让这个湖面有了生命力，让他们有了再次重生的力量。人们喜欢用柔情似水来形容女性，然而水既能承载小舟，也能覆没巨轮。棉兰老岛的妇女经历了战争与仇杀的洗礼，透过互相搀扶，终于在荆棘丛生的生命中，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虽然时间不能冲淡失去亲人的痛苦，但愿这群坚强又勇敢的妇女，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靠自己的双手，再一次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往后余生踏实、自在、平安的度过。